美国重心转向亚洲，解放军用行动警告，在这里美军必须夹紧尾巴。大家好，我是薛永华，欢迎收看永华观点。美方再次将战略重心放到了亚洲，佩洛西川台，解放军反制，地区局势紧张，美方煽风点火，美西方密集演习，这一切很可能都在拜登政府提前编写的剧本里边。美国在欧洲挑起战乱，结果在俄军的强势反击之下碰了一鼻子灰。美国再次将战略重心放到了亚洲，期待能在这里找回一点脸面。在过去的1个月里，美国在亚洲持续发力，竭尽所能地营造所谓的对中国不利的外部环境。首先让我们看看最近美国都做了些什么呢？从8月2号开始，佩洛西川台，迫使解放军做出强烈反制措施，终于成功制造了地区紧张局势。与此同时，美方再次展示了其一贯的无耻的嘴脸，拉着 G7 和欧盟对我国倒打一耙，绝口不提美方的挑衅，将地区局势的紧张原因完全怪罪于中国的反应过度上。难怪白宫和五角大楼一而再再而三提议要和我国建设防护栏，避免两军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合着这防护栏只对解放军有效，而美方的挑衅却可以肆无忌惮。在美军的计划中，单凭美军的实力不足以和解放军在第一岛链作战，一旦真的和解放军正面对抗，日韩澳等盟友必然和美军并肩作战。果不其然，8月5号到15号，美日韩加澳5国举行联合反导演习，主要拦截弹道导弹等目标。期间，美方还试射了一枚可搭载核弹头的迷兵3号洲际导弹，似乎在向盟友发出信心：你们只管大胆地向前冲，挨了揍，美军会为你们报仇的。美国或许觉得靠这点力量依旧不靠谱，在美方的主导下，19号开始，又有17个国家总动员了大约100架飞机和2500名军人，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基地举行为期3周的大规模空中联合军演，其中还包括来自欧洲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等等。可惜的是，欧洲毕竟太远，偶尔来找找存在感还行，要想跨越半个地球来和解放军作战，似乎搞不清楚今夕是何年了。我们必须提醒这些国家，在中国沿海架起几枚大炮就能占领一个国家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最让人不能忍受的还是我们的一个邻居日本。21号，日本媒体突然爆料，日本政府打着因应台海有事的借口，计划在冲绳等地部署1000枚远程巡航导弹。我们知道，冲绳给我们在东南沿海，一旦日本在冲绳的远程导弹部署完毕，我沿海重要城市都将在其火力范围之下，这是对我国赤裸裸的威胁和挑衅。当然了，从此以后，冲绳以及日本本岛也将随时处在解放军导弹的瞄准之下。1天以后，也就是22日，美韩两军动员了数万名官兵进行海陆空3军联合军演。虽然我们不认为韩国会跟随美军直接和解放军对抗，但并不排除在关键的时候，美韩联盟会在半岛挑起战事，届时必然会牵制一部分的解放军兵力来应对东部战乱。最近我国的西南方向也要出现了新的情况，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美印两国的特种部队正在举行为期20天的联合作战演习。此外，美印两军还计划在10月份举行代号准备战争的联合军演，演习地区距离中印边境不到100公里。这些演习大部分都是提前计划中的演习科目，正因如此，更值得我们警惕，很难不让人相信，包括佩洛西川台、解放军反制、地区局势紧张、美方煽风点火、
美西方密集演习等等，这一切很可能都是在拜登政府提前写的剧本里边。美方要的就是借佩洛西串台事件，营造一个美方势力联手打压中国的假象。值得一提的是，哪里有威胁，哪里就有解放军，任你豺狼虎豹横行霸道，解放军必定整军备战。针对台海问题，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持续了将近1个月。山东舰航母打击群在南海严阵以待，舰载机导弹一等准备都做好了。不管美西方集合了100架飞机还是1000架飞机，胆敢惹事，解放军必定迎头痛击。在我国西南方向，解放军的演习也是一场接着一场，导弹试射、远火射击等等，就是要用实际行动让印度明白，唐老想要维护边境的安宁，印度就必须信守承诺，和中方相向而行，不要没事找事，更不能引进第三方势力介入，否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难以处理。更是警告美国人，在中国的家门口，解放军不惧一战，美方别想来这里挑事。如果美国只相信凭实力说话，那解放军就用实力让美国明白，在亚洲，美军必须将尾巴夹紧，傲慢的美国人必须低下你高傲的头。你美国横行霸道，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不吃这一套。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